蓝与绿本是世上最寻常的两种颜色，然而在海峡相隔的宝岛台湾里，它们却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。政客的诡辩，民众的呼喊，媒体的粉饰，人人各怀心思，一场鸡飞狗跳的闹剧早已拉开帷幕。当潮水退去，闹剧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悲哀。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，党禁便成为了台湾政坛的主旋律。所谓党禁，本质上是国民党高压统治的缩影。当时全台湾严格推行戒严令，既不允许结社，也禁止组党。国民党规定，台湾只有3个合法政党，除了自己以外，剩下2个党派也都由大陆而来，是跟随国民党撤离的小弟。那些看不惯国民党的政治组织，统统被打为党外力量，稍有逾越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然而，蒋家王朝的统治最终只是一场春秋大梦。上世纪80年代，美丽岛事件与江南案相继爆发，国民党打压人民、勾结黑帮、暗杀新闻工作者的阴谋暴露，党内民怨沸腾，国民党的威信更是一落千丈。曾经被视为蒋家第3代接班人的蒋孝武，由于和江南案产生了牵扯，也不得不离开台北，远走新加坡。时机酝酿成熟，突破党禁只差临门一脚。而这场巨变发生在1986年9月28号。这天，台北圆山饭店热闹非凡，一群党外人士在此聚集。下午5点左右，有人站起来高声提议，干脆今天就成立一个新党，改变历史。而这个新党就是未来搅动台湾政坛风云的民进党。按理来说，如此高调的民进党很快便会受到惩罚，但奇怪的是，蒋经国却仿佛无知无觉，没有给出任何回应。其实，这是蒋经国早就想好的一步。早在当年3月，蒋经国便痛下决心开展政治改革，而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废除党禁。1年后，蒋经国以文件形式正式确认了这件事。那是1987年7月14号的0点，也是台湾地区政局的转折点。台湾民众满怀希望地以为台湾政坛最大的弊病已经治愈，然而事实远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。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，党禁的阴霾刚刚散去，蓝绿之争便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之上，在往后的几十年时间里，上演了一出出连台好戏。进入新世纪后，台湾政坛很快掀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明争暗斗，而斗争的主角恰恰就是国民党与民进党。国民党的党旗以蓝色为主，而民进党则选择了绿色作为代表色，两党在政坛上斗得死去活来。蓝绿二色也成为区分两党的重要标志，从单纯的色彩变为了政治立场的象征。漫长而复杂的蓝绿之争吹响了号角。历经数年发展，民进党逐渐壮大，到2000年的台湾地区选举时，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，能够与国民党抗衡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是一场席卷全岛的蓝绿风暴。政坛不过是蓝绿之争的起点，很快敏锐的媒体接收到了讯号，开始大肆煽动炒作，让蓝绿之争从小众的政治角逐变成了大众的热点话题，就连普通百姓也以讨论蓝绿作为潮流。最夸张的时期，蓝绿甚至成为了区分性格的标签，如同交友时的第一印象。蓝绿斗争多年，争的既是政坛地位，也是民众情绪。然而，这些争斗往往并不似想象那般高大上，而是颇为幼稚。比如2004年，台湾发生了一起枪击案，成为了蓝绿之争中的经典。这场枪击案发生在3月19号，案件发生后，人们第一时间关心的不是伤者，也不是凶手，而是党争。当时不少电视台都派出了记者调查真相，锁定凶手，甚至24小时轮播，报社也奔波在前线，四处探查。可有趣的是，这些看似完全不同的媒体，最终却殊途同归般地得出了同一个结论：枪击案的凶手是一位亲国民党人士。随后，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，街头巷尾，人们议论纷纷。国民党劣迹累累，做出这样的事情似乎也不足为奇，当真是死性不改。于是，义愤填膺的民众做出了最有力的回击，他们手中唯一的武器就是选票。恰逢此时，台湾地区的本轮选举即将接近尾声，蓝绿阵营焦灼缠斗，而这些民众的一念之举便改变了政坛的走向。民进党在最后时刻逆风翻盘，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拿下了更多选票。对这一结果，不少民众表示满意，因为他们自以为推举出了蓝绿之中更好的那一个。可实际上，从枪击案发生的那刻起，民众便成为了蓝绿之争里的一枚棋子。至于案件的真相到底如何，只要选票到手，恐怕早就无人关心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台湾地区的蓝绿之争更像是村口的一场拉帮结派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
在台湾的中南部，只要在选举活动时高喊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，便很有可能得到有力的支持。蓝绿之争往往利用群体之间的认同寻求支持，这看似是现代政治的产物，可从骨子里依旧是宗族的化身。实际的问题无法解决，只要渲染出悲情的记忆，强化感同身受的情感，就能驰骋政坛。可见，所谓的蓝绿之争不过是一场过家家般的闹剧。那么，这场闹剧对台湾地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？蓝绿之争又折射出了宝岛何种悲哀？蓝绿之争在漫长的发展过程里，已成为了台湾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。实际上，蓝绿之争只是一个大的概念，代表着两种力量的博弈。在蓝绿两个阵营内部，政客的主张或许也是千差万别，还可以再细分为浅蓝、深蓝等。与此同时，蓝绿之争看似是两党间的博弈，其实是一场联盟战。蓝绿背后还有着无数支持着他们的小党，如此细致的划分，让台湾地区的政治局面只能用稀碎二字来形容。总有人将台湾的蓝绿之争与美国的两党抗衡相对比，然而这两场争斗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。就地理来说，美国的面积远大于台湾，且美国是一个独立国家，而台湾则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省，面积和人口都相当有限。不仅如此，美国是生来的移民国家，国内种族错综复杂，各有诉求。可是台湾地区明显不必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，小小的岛屿却在政治上盘根错节，难免形式大于内容，不仅没能学到好处，反而将两党的弊端暴露无遗。更离谱的是，蓝绿两党往往只能竞争，无法合作，让社会发展陷入停滞。蓝绿之争这种是敌非友的纯粹理念，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影响。无论是在选举期间，还是在政策辩论中，人们往往会惊讶地发现，蓝绿两党竟然没有合作的衔接之处。说白了，就是单纯的吵架和抬杠，争斗的尽头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制造矛盾，推行极端主义。政治的风向往往会引领社会，蓝绿两党不遗余力利用各种工具，让民众参与斗争，造成了泛政治化的现象。那么，两党的血海深仇便会自动演变为社会的割裂，两大集团的相互撕咬与拉扯，对台湾没有半分好处。曾经，马英九在任期内做过一次小小的尝试，希望促成蓝绿和解，然而最终却惨淡落幕。身为国民党的党魁，马英九率先让步，在某些关键职位上安排了民进党人士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举动吃力不讨好，竟然把两边都得罪了。民进党嗤之以鼻，看不上马英九给的好处，完全不愿意理会他的示好；国民党则怨声载道，感觉遭遇了背叛。有不少泛蓝支持者也在第一时间跳出来反对，无论是政客还是选民，似乎都不买账。媒体更是在一旁看热闹，对马英九的行为冷嘲热讽，称其意图高尚，但不会改变任何结局。除此之外，蓝绿的相争也会给美国干涉台湾事务提供契机，从而阻碍两岸的和平稳定。未来，蓝绿之争仍将是台湾政坛上最核心的话题。这场争斗究竟会何去何从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